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。今天想要说的书是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（The Courage to be Disliked）。一书由古贺、史健、Fumitake Koga 和岸见一郎 Ichiro Kishimi 合著，是一场关于阿德勒心理学和流行哲学的青年与哲学家的对话。我们在大多数地方听到的哲学，通常基于弗洛伊德 （Freud） 的观点，即使在今天仍然非常流行。但是阿德勒 （Adler） 的观点并不那么流行，因为他们经常与传统观点发生冲突。这段影片总结将帮助你找出如何应对创伤病，从他人的期望中获得绝对自由。你还将学到一些关于我们的情绪如何运作，以及如果我们没有勇气，他们对我们有多大影响的知识。好的，事不宜迟，让我们深入探讨。第一课，需要勇气才能毫无保留地看待世界。我们生活的世界看起来如此复杂，不是吗？但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简单的，你不会相信，对吗？毕竟，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世界怎么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地方？它高度动态，而且每次我们打开新闻频道，都会看到如此多的戏剧性事件，让人感到混乱。因此，生活感觉非常复杂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复杂的不是世界，事实上正好相反，世界是简单的，但人类是复杂的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或沉溺于的任何事物都会变得复杂。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滤镜看待世界，这就是复杂性产生的原因。很难与所有其他人分享你的观点。我们所见与他人所见之间存在许多矛盾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当我们透过滤镜看世界时，现实会被扭曲。这些滤镜是由我们的过去经验和未来期望所产生的。我们很少能够毫无偏见地看待现实。但不用担心，仍然有希望，我们都可以变得更好，不是吗？不幸的是，这需要巨大的勇气。一个人必须放弃既有的信念，才能看清现实的本来面貌。当你逃避改变并坚持自己固执的信念时，你就阻止了自己获得幸福。你有两种选择：你可以继续抱怨现实是多么扭曲，你可以简单地放下你的期望，接受真相。前者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复杂性，而后者则能帮助你消除它们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勇气一词，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，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它了吗？我们准备好放下所有那些阻碍我们获得真正自由和幸福的东西了吗？这本书分享了许多来自希腊哲学和阿德勒心理学的观点，这些观点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。请继续观看这段影片，以了解更多。第二课，当你摆脱因果循环时，改变就很简单。在我们讨论幸福之前，让我们先试着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悲伤和忧虑。几乎所有人都被我们的过去所控制，我们都持有某种不良记忆，即使在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。也许你父母的关系很差，也许你在学校被霸凌，也许你学习不好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也许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朋友，可能发生任何事情。重点是，我们的记忆中总是有一些东西，即使在今天仍然束缚着我们。尽管我们讨论了多少，我们仍然找不到消除它们的方法，对吗？因为如果可以，我们早就做了。但阿德勒心理学认为创伤病不存在。阿德勒说，我们创造了那些情绪来避免真正的问题。这本书分享了一个被宠坏的小子的故事，他因为在青少年早期受到父母虐待而不愿外出。你可能会认为，正是因为他的父母是虐待者，这个孩子才会变成那样。但根据阿德勒的心理学，这不是真的。他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他过去经历的结果。这是阿德勒心理学背后的根本思想。大多数人制造了自己的不幸福，没有任何不好的经历可以影响他们的未来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总是可以改变他的现在。你的过去无法控制你，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意志打破因果循环。我们谈到的那个孩子有一个目标，因为他不习惯与他人相处，所以不愿意外出。他正在利用自己的不良经历作为借口，来避免任何不舒服的情况。
你也可以说这个孩子没有勇气面对未知。每当他想到外出时，他就会对自己说谎，并想起过去父母是如何虐待他的，对抗任何创伤的。关键是看清我们是如何躲藏在不良记忆背后，并逃避现实的。记住，改变很简单，是我们使它变得复杂。第3课，愤怒是人们用来报复的工具。愤怒，我们都了解它，不是吗？一旦我们生气，我们就无法控制自己，那种突如其来的能量爆发是无法控制的，对吗？错了。阿德勒认为，情绪没有控制我们的力量，相反，我们可以抵抗它们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说得好，像所有情绪都想抓住我们一样？事实是，我们都有想要实现的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一个服务生把茶洒在你的衬衫上，你会怎么办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多数相信自己无法控制愤怒的人会突然开始对那个人大喊大叫，然后辩称他们的愤怒控制了他们，但这不是真的。他们想要发泄自己的挫败感，并透过对犯错的人大喊大叫来平息它。相反，他们可以放下片刻的愤怒，说这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这并不意味着情绪没有力量，它们确实很强大，但它们并不凌驾于我们之上。我们可以抵抗我们的情绪，并选择是否根据它们行事。愤怒也可能有所帮助，但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选择以愤怒的名义报复。记住，你是人类，你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抛掷的无力石头。你有能力选择你赋予情绪的意义。第4课，根据阿德勒心理学，所有问题都是人际关系问题。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，会很棒，对吗？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原因是要实现这种状况，宇宙中应该只有一个人类。是的，如果你是孤身一人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，你不需要与任何人竞争，你将是宇宙的统治者，不会有配偶吵架，也没有孩子要照顾，也没有规则要遵守。但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个体，问题就会出现，而现实中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。这里的关键思想是，所有问题都以某种方式是人际关系问题，这包括2件事：你与自己的关系，以及你与他人的关系。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不正确，你的生活就注定会出现复杂性。如果你将其他每个人都视为你的竞争对手，你将永远在挣扎，并且永远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这里的第一步是弄清楚你的身份，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如果你认为自己高于他人，你就会有优越感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认为所有人都高于自己，你就会有自卑感。如果你想在生活中获得幸福，两者都不好。第5课，自卑感是不承担责任的借口。首先，自卑感和优越感都是正常的。如果你有任何一种，不要为此感到内疚。每个人都有这些感觉，这是成为人类的一部分。问题在于，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管理它们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如某人，这只意味着你的一部分想要你成长，这归结于你的观点。如果你一直感到自卑，并将其用作借口，你将无法成长。但如果你将其用作成长的刺激物，你将超越你现在的自我。书中的哲学家解释说，只要你将自己与理想中的自我进行比较，这是健康的。但是，一旦你开始将自己与每第2个人进行比较，你就会陷入那些情节之一，这对健康绝对不利，它会带走你的幸福。请记住，既然你是人类，你的基本责任就是发挥你最高的潜力，成为你理想中的自我，成为你小时候一直想成为的人。但是，当你陷入比较陷阱时，你会浪费精力去满足他人的期望，并根据他人的世界观来塑造自己。是否曾想过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？那是因为成为你理想中的自我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你必须一路克服许多障碍。另一方面，透过称某人自卑并竞争与你的理想自我无关的里程碑，很容易感到优越。第6课，将人们视为你的同志，而不是你的敌人。这种比较心态需要改变，因为它让你觉得其他每个人都是你的敌人。当你的脑海中充满嫉妒时，你无法专注于自我成长。这里的诀窍是将你的心
态从赢输转向双赢。这与史蒂芬·科维 （Stephen Covey） 在他的书《高效人士的7个习惯》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中讨论的想法相同。如果只有你赢了，而你周围的每个人都输了，那么赢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你会与谁分享你的胜利呢？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好像他们在赛跑，但实际上我们都必须与自己赛跑，而不是与他人竞争。这将帮助你摆脱忧虑，你将实现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幸福。事实是，即使你不与任何人竞争，其他人也会想办法与你竞争。你会发现许多人会因为随机的原因对你怀恨在心。你甚至可能想要报复，但要小心，不要落入那个陷阱。报复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你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，你总是能够抵抗自己的情绪并正确的思考。第7课，如果你想要绝对的自由，不被别人的评判所约束，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。绝对的自由来自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生活，摆脱他人的期望。但是，当我们讨论人际关系时，期望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。如果你不按照你的亲密朋友或亲戚的期望去做，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不喜欢你。即使你试图满足其他所有人，你也必须牺牲自己的选择。不幸的是，即使如此，你可能仍然会剩下一些不满意的人。那么，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这里的解决方案是划清或界定你与他人之间的界限。如果对方对你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，你不必改变自己，那不是你的任务。你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，这是否意味着你不必在乎别人的想法，变得自私？绝不是。事实正好相反，如果有人试图透过他们的期望或情感剧来操纵你，那才是自私。请记住，只有当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时，对方才能操纵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需要被讨厌的勇气，而不是被你的情绪所操纵。从表面上看，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可怕的秘诀，会把人推开你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良好的关系不会透过情感戏剧或冲突来束缚人，相反，他们会解放你。第8课，要有真正的自我价值感，就要为社区做出贡献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膨胀的自我吗？那是因为他们有自卑感。自卑感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自己的价值。当你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价值时，你会不断担心其他人可能会超越你或抓住比你更多的机会。或者，有时人们会有膨胀的自我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值得。两者都不是真的。没有人是优越的，也没有人是自卑的。事实上，这种情节是危险的。阿德勒说，我们都是一个更大的社区的一部分。令人兴奋的是，他不仅谈论围绕共同兴趣或地区形成的社区，他谈得更广泛。阿德勒相信存在一个更广泛的人类社区，在这个社区中，没有人是中心。这种哲学与认为自己优越的自私者背道而驰。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人有任何价值？事实正好相反。阿德勒的意思是，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。每个人都可以以某种方式为这个更大的全球社区做出贡献。你不能从无到有地给予东西，对吗？所以，当你给予或为社区做出任何贡献时，你会感到一种价值感。这种价值不会使你的自我膨胀，相反，它会凸显你的真实本性，它给你自由和幸福。第9课，单纯与他人在一起，你就能拥有价值。当我们想到价值时，首先想到的是金钱，但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并不总是透过他拥有多少金钱来计算。如果一个人经济贫困，无法帮助任何人，他还有价值吗？是的，绝对有。正如我们所讨论的，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归因于许多原因，例如，无法提供任何东西的老年人也有价值，因为他们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情感支持或知识。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可以提供给他人的价值。仅仅根据金钱来判断一个人是看待生活的有限方式。记住，生命比金钱更有意义。这就是古贺史健和岸见一郎的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
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